好，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美国昨天发生了撞桥，然后整个桥崩塌的这样的一个事件。那大家看得触目惊心啊，想说这难道是恐攻吗？我们看这个画面哦，这画面上面就是在巴尔的摩的港哦这边的G1大桥，然后在凌晨的时候被货柜轮撞上之后坍塌，这个画面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这不像是日常生活会出现，像那种电影场景一般哦，所以导致这个有这个车辆还有人就是在上面哦，就多达20人掉入了这个帕塔普斯科河中哦，那所以马里兰州的州长就宣布现在要进入紧急状态。那网友就分析哦，就说其实在撞击之前的45秒，桥上其实看起来啊是这个车来车往的，但是这个达里号逐渐靠近大桥之后，这船上一度是变成了全黑，然后大概过了6-7秒之后又恢复，就是又灯又亮起来，但是船上已经冒出了浓烟，过了8到9秒，船上再度一片漆黑哦，结果4秒之后灯火复明，可是这时候的船已经接近了桥墩，后来来不及停下来，硬生生撞上桥墩，然后桥面钢骨瞬间扭曲，导致呢就断成了好几节，就是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画面，整个扭曲坍塌。掉入水中，那 CNN 就讲说那时候，船只是由这个引水人来操控哦，这2名引水人也都是在地人，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让大家觉得有点疑惑啊？那所以我们看看这个机组人员，他们其实在货轮失去动力之前有赶紧求救哦，那他们在大概凌晨1点40分的时候发出求救讯号，经过他们的一些赶紧的抢救措施，发现实在是无效，可能要撞上船了，因为这个撞上桥了，这个桥是他们的来往非常主要的一个通道哦，那大概至少有7辆车因此被撞入了水中。那马里兰州的交通局长他们就讲说，就是他们跟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交通局赶快沟通哦，就说有一艘失控的船正要撞上这个桥，所以要必须赶紧停止那边的来往的车辆的交通。但是只能说尽量把这个伤害降低啦。那但是我们看看这个到底是不是恐攻呢 ？FBI 讲话，他说现在目前没有具体的证据或是可靠的资讯显示这件事情跟恐攻有关。马里兰州的州长他讲说，现在目前是排除恐攻的可能性，应该就是一个不幸的意外。那拜登也讲，就是会来支付相关的费用，然后赶紧重建。我们来听一下。My intention that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pay for the entire cost of reconstructing that bridge, and I expect the Congress to support my effort. This is going to take some time. The people of Baltimore can count on us, though, to stick with them at every step of the way until the port is reopened and the bridge is rebuilt. 对，拜登说这是一个可怕的事件哦。然后呢，他后面就讲说，他还多次乘坐火车经过这一个倒塌的大桥，但是呢，就被人家讲说，可是桥上没有连接铁路，就又被大家给吐槽，可能他记错了，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落差，结果就又说错了话。那再来，我们看一下现在目前俄乌的情形哦，因为人家讲说这次俄罗斯特别公开严刑拷打的画面，那是不是有杀鸡儆猴的这个意思哦？因为他们官方公布出来这些搜捕嫌犯的画面，被拳打脚踢、鼻青脸肿的。那 ISIS 看完之后觉得很愤怒，说看到我们的兄弟被酷刑对待啊，他们说还要再发动攻击。那莫斯科他们现在这个用公开刑求的这些方式哦，人家讲说可能是要释放一些讯号，也就是说，跟他作对的人是不是在对西方喊话，都会遭到严酷的惩罚。那你看看今天的这个俄新社就有讲，俄罗斯的这个总检察长在谈北溪管道的破坏事件，他们说就是恐袭，那也不是西方所称的破坏行动哦，所以他们现在开始已经在算一些旧账了，就是代表说他们不只是这个 ISIS-K 的这个恐怖攻击哦，他们其实北溪的时候就是西方开始在对他们一系列恐怖攻击，这2件事情要是这样串联起来，是不是他们就更可以合理化的说，定调是不是谁是幕后的凶手，来这更进一步他们的这个军事行动呢？所以人家讲说，这难道是一个
个开战前的讯号吗？俄罗斯开始在向美国算旧账了嘛？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这个美国昨天这个桥被撞断的事情？的确，全球都蛮震惊的。这个意外发生的有点意外，怎么会船上桥墩？而且这个船已经交给领航员在领航了哈。那而且撞得很准，那个桥几乎是那个船撞上桥墩以后，那个桥就直接立刻全部都断掉，全部都垮掉了。所以呢，这个发生在美国啊，有的人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啊。美国这个国家到底怎么回事啊？其实巴尔的摩我去过很多次啊。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调华府去工作啊，所以人家说，哎呀，那个你来这里，那个你以前在美国那个驾照不算啊，要重新考。我说我在台湾开那么多年车，我到很多地方我都是要怎么讲，我都是用原来的驾照就换一个就好了。可那边他就一定要重新考，那这个 Maryland 就要重新考，那我就去考，结果他们说，那排时间比较快到巴尔的摩的那个监理处去考。结果我真的是碰到第一次，我发觉哇，这个是第三世界国家，那个监理处啊，我去那边排队，然后坐在那边，每个人去那个监理处去排队人啊，都战战兢兢，都好像老鼠见到猫一样。因为那里面所有工作人员都是非常非常的凶悍，然后对来申办的人啊，态度都是不假辞色。我坐在那边等，就看一个柜台哦。那个负责人就在那边跟他的同事聊天，就不接见，然后他就突然就不见了，半个钟头不见人影，那柜台就空在那边。就我们在排队那边也不敢，大家都敢怒不敢言。然后呢，突然这个突然响起警报说，现在进行火灾预演，这个火灾的预演，请大家立刻离开这个办公室。我们就离开办公室。就回来以后呢，他说重新排队。我老天啊，我们排了半天，又要重新再排队。天哪！结果呢，我好不容易搞了我一整天啊，到下午终于可以坐上那个车子，你知道？结果坐上车子去考试，你知道？结果第一次考试被当掉了。我开车开了几十年，美国的考试又非常紧张。为什么？那位考官是一位这个非洲裔的一位女士，也是非常的官僚。上来以后啊，好像她是那个掌你生杀大权。然后一开始开进去以后，然后他一开口讲话，我听不懂，我完全听不懂，因为他完全是非裔美人的口音。然后他叫我做动作，我听不懂啊。我第一次在美国听不懂美国人讲英文。然后呢，他最后说 "You fail, you fail"， 我这最后听懂了，我失败了。然后我说。我真的是第一次在那个巴尔的摩啊，接受到那个他的公务机关是那种情况，你难以想象。所以呢，我每次我看到巴尔的摩发生这件事，我就想到美国的这个公家机关，那个巴尔的摩那个监理所的，我所亲身遭遇的那种难以想象的那种不会发生，你以为大家不会发生在美国的事，那种官僚腐败那种没有效率那种滥权那种胡搞。那我在那边有亲身经历，所以这次它发生这件事情我觉得你要说有基建故障吗？可能我觉得人为的疏失比较大。好，来请教赖老师。我觉得这个桥的设计已经将近50年了。从它设计建造到现在将近50年。50年前的时候，他们的设计的理念那么他们所采用的力学，他们当时的货柜轮的大小。因为他在设计这种，从河道进来到港口从海浪进来到港口的货柜轮，他一定会思考到说，一旦撞到以后会是怎么样的情形。那以前50年前的时候，货柜轮比较小，它本身能够装载的货物比较小，所以我觉得它的耐撞的系数是考虑到了。可是50年以后，我们现在的货柜轮是越做越大。然后我们的货柜是越来越多，例如说现在的集装箱，8000个集装箱到1万个集装箱，我们刚看到的那艘货柜轮，你看它载得满满的，所以它的集装箱很大，它很重很重。那也就是说，50年前设计的桥已经不耐于现在的这种大型货柜轮的本身的撞击。还好这艘船的这个挂的旗帜是新加坡的。而且还好，这个船是韩国人做的，
所以美国人要赖就赖不到中国大陆身上了。不然的话，以这一次来讲，如果他又是刚好挂的是大陆的旗子，船东是大陆人，然后或者是他是大陆人坐的船，那很有可能他们就会把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中国大陆。那这一次因为是韩国人坐的船，看起来他应该是失去动力了，也就是我们都知道船它的舵桨，它基本上来讲，它失去动力以后，你没办法用人为的方法来操作。那一旦没有动力，没有办法用人为操作的时候，船的刹车跟我们车子的刹车又不一样，那它刹不住的，因为船的刹车它的螺旋桨是要反转的。我想舰长在这边应该最清楚了。那船本身，你一个动力失去了以后，你看到它2次的熄火整个都熄掉的情形下，它一直往前推，然后在之前已经有预置时间，所以它连转向它几乎都转不了。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造成了这个悲剧我觉得这个提醒我们世界各国有港口有桥梁的，我觉得这个东西都要考虑到未来在这个黄钻这个部分里面，以现在的货柜轮的大小跟它的这个重量跟它的速度，我觉得这个都必须要考虑到里面的。好，来请教舰长。来，我们看到这个不是 AIS 的那个追踪的图，但是它其实就是配合着 AIS 的路径来看它其实已经在前面完成一个 U-turn 的动作之后，它要准备出港，准备出港的时候撞上了桥墩。那撞上桥墩，也就是最中间这个最吃重的这个桥墩那其实我们从现在所看到的图片我们已经可以知道大概的问题了。第一个，我们在这个时间点它在冒黑烟，它为什么冒黑烟？因为它之前已经那个全船断电1次了。全船断电的情况之下那个紧急的发电机它会自动启动，就跟我们一般大楼一样，它会自动启动。那自动启动的时候它就会冒黑烟。那这是第一个时间。第二个时间，它又再次的全船断电1次它又再断电1次。那断电1次呢，现在的船只它都是电控的。你电控的没有电的话，你要怎么控呢？那它又不像军舰的话，我们有相关的操演，就是如果说断电的话，我们可以启用人工舵，用人工来改变这个舵脚那但是呢，一般商船它全船也不过就20个人，不可能那但是它有没有那个紧急危难的一个处理呢？其实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左舷的这个前锚它已经下去了。这个前锚它是重力式的，它不用电，它只要把刹车打开，那个前锚就巴拉巴拉就下去了。那但是呢，它右边的右舷的这一个前锚它并没有下那现在撞的状况也就是这个样子。除了桥段之外，另外它的航运，也就是巴尔的摩这个港的航运，整个都断掉了。那其实，我以前在担任舰长的时候，也曾经碰过这我们也就是说，我要进基隆港的时候左舵卡在左舵15度，卡在左舵15度是什么方向呢？是整个撞上防波堤的位置。那个时候怎么处理？那其实我们就是用不平衡的一个车速那我那时候用到左车进到3，那右车呢只进1，然后这样子慢慢的扭回来，然后维持它一个斜的这样子走。因为还有动力。对，那时候是有动力的。那没有动力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个问题就很难解那所以我们讲那再加上这艘船其实它不小它全长约略300公尺，它的那个排水量达到了91128吨，它可以在那个9971个20尺的那个标准的货柜所以我们这样讲，它要能够刹车其实很难。为什么？因为如果它是可变螺距的船，像我们的成功级的船的话，它直接的，它不用拉倒车。它虽然我们拉的是倒车，可是它就改变它的那个螺桨那个角度之后，它就直接的变成退车了。那可是它没有，那它没有的情况下，而且它是整个看起来整个电力动力全部都断掉，所以现在看来说是没有恐攻的可能那应该也是如此不要什么事情出了什么事情就第一个想要黑中国大陆，这个是不务实际的。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好，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今天其实很多的美企的，我们之前讲到的 CEO 们嘛，本来是已经打算要回国了，但是呢，习近平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就说啊，在今天要来安排接见一些外企的巨头，展现对于外资的一些重视哦。那所以很多的外国企业家听到了这样子的一个邀请之后呢，纷纷就开始改行程哦，在最后一刻来延长待在北京的时间。那现在据报道说，大概有几家企业，比方像是辉瑞啊、联邦快递啊，他们都赶快临时更改返美的行程。那库克啊、黑石集团啊，甚至是汇丰银行也都有受邀将会与会，他们是要把握机会，这一次能够在北京能够见上习近平一面。因为其实本来大家想说，这次的发展论坛，2024中国发展论坛，大家想说会不会有机会可以跟习近平见上一面呢？后来是有李强出席但是没想到是在发展论坛的会后，有这样的一个额外的邀请，所以很多的美国的企业也都非常乐意留下来多谈一谈。那另一方面，看到今天波音的一个大的消息就是因为一直在掉零件啊，一直在出包出状况，所以波音的执行长跟董事长下台一鞠躬他们就辞职了。那现在看起来是要用一种高层大换血的方式来挽回客户跟这个投资人的信心但是现在股价依旧是重挫。那谁会来接任呢？据传是由高通的前总裁莫伦科夫来接班。以前其实在中国发展论坛里面，波音也都会是座上宾但这一次好像波音并没有参与，所以人家想说找他的用意是什么呢？因为他其实在担任高通 CEO 的时候就喊出来，不论形势都应该跟中国大陆保持合作那原本其实波音宣布这个执行长辞职是在年底的时候辞职，现在才3月份到年底还有很久的时间，怎么会提前把他们就这样请辞了呢？所以人家解读说，波音这样的大动作可能是要赶紧抢救一下中国大陆，毕竟是他们接下来最看重的一个市场那如果信心再持续这样往下滑，再没有改革的话，恐怕这个到时候要救都救不回来。另外，我们看一下中国大陆反制美国的官方，因为比亚迪有一个最新的成绩单出来，在2023年获利暴冲到1320亿元台币，那比起前年大增了80%而且已经有第700万辆的新能源车正式下线，也成为全球首家新能源车产量突破700万辆的车厂那美国这时候坐不住了，他就开始要指责说中国大陆破坏这个市场竞争，所以就要开始用这个补贴法来绊住中国大陆那中国大陆就向世贸来提出诉讼，就说这个美国向新能源车行业提供补贴，那所以这造成了市场上面的不公平竞争所以他们现在就告到了这个世贸组织去。那王毅其实也跟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负责人见面就提到了这美方错误认知其实会变成两国相处上面的一个这个绊脚石他提到中美关系最大的症结在于美方把中国定位为最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最重大的地缘政治挑战。这种错误的认知导致两国的关系问题不断，美方领导人所做的承诺也无法转换为实际的行动。他甚至还跟提出修习彼得陷阱的这一位这个艾利森有一个对话。那这个经过中国大陆外交部发布，他就讲到，他说中美的历史文化是完全不同的国家，中国哲学有和而不同的思维，和美国一些人这个非黑即白你输我赢的二元对立思维是有本质上的不同。因为美国看不得别人追上来他最喜欢就是你追在我后头，你是第2名我就要拿你开刀，甚至如果你要超越我的话我就要绊住你他说中国人的哲学并不是这样子的。那再来看一下博鳌论坛也在登场。所以中国大陆它除了现在跟美国企业这个民间的交流不断之外，其实它现在也要把这个中国大陆把整个亚洲的经济一体化，然后
这保持强劲的势头。那在他们的论坛当中有旗舰报告，包含了亚洲的经济的一些前景啊，还有一体化的进程。所以现在估计起来，亚洲的 GDP 大概可以增加4.5%，而大陆就是扮演一个主要的一个引擎。那韩正也提到啦，中国现在目前仍然是全球发展最大的引擎哦，所以呢，将要推动中国大陆的经济持续稳健前行。那经济学家，这个其实是我们台湾过去的这个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的院长林毅夫啊，他就说呢，其实现在国际贸易啊，已经成了一些国家内部问题的替罪羔羊，指的就是美国啊。美国是不是一直想要把这个事情往外抛，去怪罪别人，但是自己的问题却不愿意真正的解决呢？甩锅给中国大陆哦。首先，我们来问一下介老师，介老师怎么看这个美企真的是赶紧留下来，为了要跟习近平见上一面啊？对，因为他们希望在中国大陆的投资中扩充啦。那你看这里面，不管是黑石集团、汇丰银行他们负责人的话，他们当然着手这个中国大陆的金融市场进一步的开放，那这个商机是非常非常大的。那我觉得随着中国大陆这个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化事实上这个资本市场的这个开放尤其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流动性的增加对于这个中国大陆进一步的整体经济发展非常重要。如果说你的这个货币的流动性不够强的话，那你永远没有办法跟这种美元这种完全自由的流动性完全自由的这种货币做一种抗衡。那很多时候你的经济发展成果会因为美元的这个它的这种操作就把你的这个经济发展成果就割韭菜割走了。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这个除了实体经济以外这种服务业的经济开放是它下一步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为什么像这些大集团都要去开会，而且呢都有所期待。当然还是中国大陆的市场还是放眼望去眼前跟未来最有发展潜力的、最有发展力的一个市场。那么它的成长的空间非常大。那欧美市场基本上都趋于成熟，它已经发展到一个极限了。那中国大陆的未来性是非常强的，虽然现在是面临一些挑战，可是呢都是中长期都看好。那这些大企业投资不会炒短线的，它都是看长线的。所以习近平他也知道，就是说中国大陆的经济要进一步发展，是要进一步的开放，而且跟国际的大企业接轨那么互通有无。那去年11月，事实上这个习近平在旧金山的时候，已经跟这些企业界老板在美国都见过面了。那时候他们要花4万块钱买一张票跟习近平同桌这次习近平做东他们有机会还不赶快留下来本来他们就抱着期望去的。那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整个这个美国企业的显现，就破除一大堆就是说这个唱衰中国经济论的西方的媒体，还有一些西方政府不断的就要唱衰中国经济。那么我觉得这些是政治理由，在对经济发展的前景做一种预测这个不准确。真正这个中国大陆的经济的它要看它有没有潜力跟未来性的话，跟它最近的这个未来的发展还是要看大企业。他们实际在里面，他们在水池里面游泳的，他最知道水温。那从这一次这些大企业这个蜂拥而去北京再接下来又修改行程这些领袖那就看出来他们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是看好的。好，请教赖老师。大陆的人均所得一直升高，它的市场规模越来越大，非常巨大，然后消费水平、消费能力越来越强。对于高技术价值的这些商品的需求量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看到美国过去这个很高姿态的很多的企业现在都开始必须要摆低姿态了。像这次有谈到联邦快递的 CEO 说一定本来他要回美国了，赶快又留下来，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这些企业很多老板过去对中国大陆是不友善的。联邦快递在川普在打压中国的时候，也就是实施贸易战的时候，他当时对华为的一些文件是不给你传送的。所以在当时的时候，中国大陆突然间发现
他们的这种航空的快递，基本上是掌握在美国人手中。所以后来大陆就开始发展他们自己的航空的快递的行业，现在已经可以跟美国联邦快递来比拼了。美国在中国大陆的这个快递的这种市场一下子萎缩，因为中国大陆已经可以取代，自己的机队也建立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联邦快递很清楚的知道，他过去配合政府打压中国，他现在必须要想办法讨好中国大陆，不然的话，这么大的一块市场就没了。美光也是，美光当初去煽动美国的这些议员、国会议员跟美国的白宫，然后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半导体的公司做打压，然后做打压以后，你看现在美国刚开始，你看美光说影响不大，然后雷蒙多说了不起9%，结果呢是只要你所有美光的产品都不能就进中国大陆来组装，那这个损失就大了。美光的整个股票，然后整个营运往下降，现在也必须要求饶了，然后要说我永远遵守中国的法律，然后要进入中国的市场。我觉得波音也是，波音是2022年被制裁的，波音的 CEO 是被直接点名，跟雷神公司的 CEO 是被中国大陆直接点名制裁。那现在的新的 CEO， 他当然因为他还没有被制裁，所以他就未来他要怎么解决跟中国被制裁的问题，那他事实上要处理，因为你要不就是缴罚款，也就是说台湾买多少钱的东西，你要缴几倍的罚款给中国大陆，那也就是说你非但赚不到钱，你还要赔钱，你才能够未来才能够继续做大陆的生意，这也是要看未来。我讲到这里，我的体会就是说，一个国家的越来越强大，力量越来越大的时候，其实它的工具箱筹码就越来越多，你就会看到原来美国这些财大气粗的这些 CEO 态度都变了，规规矩矩、公公顺顺，因为看好的就是你这个市场的大肥肉。好，舰长。讲到修昔底德陷阱啊，这也就是这位 Ellison 这位教授啊，他研究从古到今，其实他也就是说新兴大国与既有霸权之间的一个斗争，他统计过，一共有曾经在这个世界的漫漫的历史里面，曾经发生过16次，但是呢，有12次都是以战争结束，也就是说。新兴大国不断崛起，然后既有强权呢，他不愿意放弃他对于这一个地区或者这个世界的掌握，最后就变成打一场大战作为结束。那如果说既有强权赢了，那他就是继续掌有这一个权利。那如果新兴大国赢了，也就是新兴强权就开始没落啊。但是中国是这个样子吗？不是。我们刚刚讲到习近平主席他讲到了特别的重点在于，他对于这个世界要求的就是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这3个准则，从来没有想要跟美国一决高下的这一个竞争啊。但是实际上来讲，中国大陆不断的它的经济发展啊，你美国就是追不上的。然后呢，在这一次博鳌论坛里面讲到亚洲经济一体化这个问题啊，其实从我们来读这一个亚洲的经济的话，我们就会发现，1990年代讲的是什么？讲的是雁行理论，日本就是那个领头的燕子，然后台湾、韩国。其实还有香港、新加坡，其实在那个大雁飞行的，就是人字形的那后面这个，也就是日本做最尖端的。然后我们刚刚讲到的，无论是台湾、韩国、新加坡，这些都是做后段的。但是自从2000年之后，第一个我们台湾借机用人，接下来之后，整个大陆的那个能力开始上升，就变成了红色供应链。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翟轩，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加入我们讨论来宾，前大使谢文吉，翟轩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国际事务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前海军舰长吕礼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现在邱国正是不是又要睡不着了？因为我们昨天有提到哦，在内蒙古这一边，好像这个有空拍图拍出来哦，这个重现了博爱特区，是不是一个斩首行动的演练呢？那就有人去问邱国正啊，这个状况哦，等比例还原了博爱特区，恐怖巧合，你睡得着吗？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回答。有关于内蒙古里面，在对岸有个剧场哦，它放了那个我们的博爱特区哦，被质疑你怎么看这件事情？然后另外，你会昨天看到这个人会觉得睡不着呢？所以外界对我们有设很多的模拟的，我想这必然，但我们不会轻忽。他要100有也可以表达出什么，将来重点在哪里？这也就对于我们来讲的话，也是一个警讯啊，国军会严阵以待。刚刚讲什么睡不着，睡得着。我想国军是这样的，经过整个带弹的观念嘛，每天要反不是办法，那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就讲，要做最坏的打算。好，做最坏的打算，所以传出了这个消息，大家就联想在一起了。我们这个敦睦舰队将要远航，传出 S 拐洞 C 训练。落在这个美国的军舰上头啊，在台南结束环岛航训的演练之后呢，紧接着到远洋去航训。不过根据了解啊，航训当中我方的反潜这直升机 S 拐洞 C 曾经与美国在外海共同训练，就是我们的飞机要降落在美方的军舰上面。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因为过去我们的这个反斩首，或者是说这个元首要怎么样逃离的这样的一个演练叫做万军计划哦，在总统府或是官邸遭遇到攻击的时候，可以运用8轮云豹甲车，然后黑鹰直升机以地面运送或是空中快速移动的方式，从总统府或是官邸来紧急撤离，并且由安全人员护送正副总统到安全的处所。那黑鹰直升机啊，就是在万军计划里面使用的黑鹰直升机，其实就是由 S 拐洞发展而来的。所以人家讲说，最近这个感觉上面这个频率，或是在这个时间点有这样的一个演练，让大家的确有这方面的联想了，是我们要做好万全的准备，是要防斩首或者是元首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演练计划嘛？那还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就是最近常常听到这个官兵们怎么会有这样子一直不断寻短的这种消息呢？1个月已经传出了9起，特战指挥部的下士又倒卧在营区，昏迷指数是3，这是陆军特战指挥部的特2营的郑姓下士在这个晚间7点30分左右倒卧在营舍前，全身受创，生命迹象微弱，目前昏迷指数是3。可是人家想说，奇怪，这很频繁的发生这些事情，可是都没有看到身为3军统帅的蔡英文出来说些什么话。因为我最近真的很少看到蔡英文的消息，感觉他好像有一点低调，或者是有点这个忙啊，还是该怎么说呢？那我们看看这个马文君他就整理了一下，其实发生的频率真的蛮密集的哦。从今年开始，1月1号啊，2月26啊，3月啊，接连的在发生这些状况，到底是为什么呢？那王定宇在今天国防委员会的时候就质询了，就说，是不是官兵们心理压力感觉很大的时候，想要这个有一个心辅专线去吐苦水，或者是有人给他辅导一下，结果发现都是空号，怎么会这样子呢？一直有这种轻生案连环爆，那这个邱国正也是很讶异。那我们刚刚试着也打一下，真的是转到空号去了，就说您拨的电话是空号，所以打去这种马祖的心辅专线是空号，的确是不是这个出现了一个漏洞或破口，让这些官兵们可能在要寻求协助的时候没有办法呢？那所以这个邱国正跟政战局长他们直接在备询台上脸都垮了下来，他们说要进行全面的检讨。那再来还有这个事情人家这个在网络上面不是周楚除3害嘛，就有人把这个图P 成了这个不是我们弄的哈，这个是网络上面做的，我们要再次声明 NCC 不要找我们麻烦哈。那我们看看这个周楚除3害很红，所以有人在讲说现在是不是跟着民进党真的是会发大财呢？其实在国防上面今天也看到说我们的那种
国防相关的股票哦是大涨的，甚至还拉出涨停哦。可是我觉得听完之后不是很开心哦。那是不是就代表说战争离我们非常的近，所以这种国防概念股哦是军工股哦是会大涨的？那还有这个前几天不是赖清德去这个看一下无人机吗？那当时经纬航太的董事长就跟他介绍的时候，被人家发现说啊，怎么有这个 Made in China？ 这个马达上面有这个 Made in China， 就觉得啊，就一番吐槽。结果你看到绿媒出来是怎么告诉你哦？他讲无人机国家队用 Made in China 的马达吗？打了一个问号。他说真相曝，那是说展现台湾是去红供应链的一员。我们来看看这个罗正方他是怎么讲的哦。他是说呢，这其实哦，去红供应链是市场的趋势哦。未来呢，他们公司呢要在台来开发替代零件呐，这就厉害了。这是民进党的一个说法嘛，就是发现你用这个 Made in China， 就告诉你说，对，没错，所以以后我们就要靠我们台湾，我们要来做这些东西哦。他完全没有觉得说不好意思说，我怎么用 Made in China， 反倒告诉你说我们是个先驱，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去红供应链的一员，展现出台湾的力量。这就是他们厉害之处。可以反着讲，那其实罗正方哦，他的独派的背景，过去学生时代他是野百合的一个核心人物哦，后来到美国去学航太，1998年回到台湾，在扁政府时期获得游锡堃的延揽，那担任了国科会的副主委啊，交通部部长室的主任，那也是现在民进党内少见的航太工程博士。那他所创的经纬航太呢，曾经因为亏损蛮严重的，所以在2020终止了新贵交易。但是呢，现在这个赖清德喊出来，无人机国家队嘛复活了。现在2023年7月已经重新登上新轨，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套路好熟哦？就让我们想到，疫苗也是啊，高端疫苗国家队、口罩国家队、绿电国家队，什么国家队，通通都是这个样子哦。所以军工股，你看看无人机军工股3度涨停哦，这些被点名到的全部都拉出了这个亮灯涨停的这种好消息，同步开涨，然后台股2万点，这是应该高兴的事情吗？这是代表着现在又要开始有一波这个绿营发大财哦。而且今天在立法院的这个质询里面，其实重点放在说，我们还有无人机的训练中心，要委托民间来训练这些种子教官。所以战争原来炮声音响，黄金万两，也是在台湾会发生的事情。那更妙的是还昨天有一个消息是日本他们要做一个次世代的战机，那结果人家想说，不是日本都讲说跟台湾站在一起吗？台湾有事，日本就有事啊。结果呢，他们这个次世代战机，我们不见得要买，但是他们竟然连给我们买的机会都不给哦，那还说什么跟我们站在一起呢？结果你看美联社讲，不具名的日本防务官员说，台湾不在战机出口的考虑范围之内。大家有没有更清楚事实是如何了呢？我们首先来问一下介老师，怎么看现在邱国正是不是又有一点睡不着？对，现在大陆说大陆这个所谓的军演的场所，内蒙古军演场所发掘我们这个博爱特区啊，看起来是扩充了。其实这个事情，前几年就有消息了，因为那时候发现这个基地啊，其实这个基地啊，在内蒙古叫朱日和基地，有1000平方公里大。是全亚洲最大的一个可以供司级的这种演练的一个练兵场所，一个演习中心。那为什么叫朱日和呢？因为它这个是在蒙古族的地区，所以朱日和这个蒙古语的意思就是心脏，心脏。所以呢，它这个是一个这个中国大陆很重要一个这个军队演习的场所啊。那么过去就有发觉它里面有很多奇怪的建筑，也有一些建筑，一个建筑就是我们的总统府，几乎仿造的。那个也有一些当时中国大陆这个军方这个公布的影片那个就是说解放军在这个我们这个总统府前面已经进攻总统府的那个演练。那这次看到的更扩大了，是博爱特区所以我觉得就是中国大陆对于这个所谓的武统事实上的准备可以说不断的在往前迈进。那这个朱日和基地，所以我想这个我们邱国正他应该都知道的啦，应该都知道，所以他现在看起来真的是没有睡好。
我觉得就是说每天都睡不着，睡不睡？因为你看他，我看他这个3个月哈，每次在电视上看他快速苍老，而且很疲惫的感觉，所以啊，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他只能说睡不着，哎，那这个军事上他掌握的情报应该都是很充分的啊。所以我觉得两岸兵凶战危哈，从邱国正不断的发出警告啊，事实上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我们值得正视的，哎，值得正视的。那现在就变成我们的这个特战部队1个月9起哈，就是说这个出现我们部队的基层部队的官兵这种意外事件啊，我比较意外，也有是前一阵有一位这个好像也是。士官他就是因为负债太多，轻生啊什么，这些事情都很多。那9起是有1个月9起是有一点多了。哎，我以前在金门服役的时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部队就在那个金门殡仪馆旁边，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常常看到很多殡仪馆晚上灯火通明啊，也就是有部队的那个官兵出了问题啊。那可是也没有1个月9起啊，这是非常高啊，这非常高的比例啊。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我们蔡英文是已经在数馒头了，他现在已经在吃馒头了，他连馒头都不数了，每天在家里啃馒头了，所以呢，他更不会在乎啊，除非是那个拜登总统又有一只狗死了，或日本又有一个喜剧明星过世，我觉得他才会发恻隐之心。我们这些军方的这些基层士兵根本不在乎了，根本不在他的那个雷达线的范围里面。所以呢，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了，所以现在基本上就变成就是说，你看看邱国正睡不着觉，然后这个日行操劳，那个面露疲态。那最近又传出来说，我们的这个敦睦舰队的 S70C 落到美国军舰上，这个是不是因为两岸吃紧债，真的在演练蔡英文这些人的这个逃亡路线啊？真的很可疑啊！因为这个 S70C 它是一个中大型的一个直升机的运输机，运输机，所以它事实上是撤退的时候你看到最后撤退或者最先都是用直升机，然后它航程也蛮够的，因为它这个体型蛮大的，所以这些迹象我觉得那个蔡英文政府要对老百姓要把实话讲出来，对，不要隐瞒事实然后在那边报喜不报忧，叫他的安全局长出来说都安全啊，不可能啊。可是为什么邱国正每天在那边发警讯，面露疲态，然后呢一脸憔悴，然后又跑到我们的直升机又降到美国的这个舰艇上，到底是什么原因？要讲清楚啊。好，我们来请教赖老师。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把整个台湾的防御中心就是整个中苏。作为一个演练对象，这是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本来如果民进党一宣布台独，那解放军是必须要有实力、有能力，要马上处理。那在这个情形下的话，它就考验的部队的作战能力，也考验的这些导弹部队，也考验的空军战略轰炸机，他们本身对于斩首行动的一个作战能力。所以把台北的这个整个领导中枢政经的中枢，他们上班工作的位置，甚至居住的位置做锁定，然后做攻击，这个会有助于这个飞行员或是导弹兵他们熟悉整个战场。那因为整个模拟情境几乎是1比1的方式来模拟，所以他们的这些战斗机的飞行员，他们经过一而再再而三的训练以后，然后再加上分批不同批次的训练，所以谁都可以接上去来去做这个动作。我个人认为这个代表什么意思？而且这个讯号放出来，其实就对于民进党台独直接告诉你说，你们一搞独立，我就是武力，也告诉美国人说，你来介入，你来试看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讯号。另外，我觉得军队为什么这一段时间突然间出现这么多的问题？我想观众朋友不要忘了，这段时间就是美军来台湾的时间。美国的所谓的教官来台湾，从去年到今年，一堆美国教官来台湾，对于台湾的军队指指点点的，还要求说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样。不管派到金门的，派到澎湖的，甚至当时在我们的这个桃园的等这种各种部队。然后尤其是特种部队，
那么海军陆战队都指指点点。可是问题是，当初台湾招募这些士兵的时候，由于我们的募兵的人数不够，招不齐，所以我们一直把学历往下降，我们一直把体能的状况往下降。所以假设我们今天想想，假设我们今天招了一堆士兵，他今天有一大部分是弱鸡，就是他的体适能其实是不合格的，但是因为降低标准了，因为兵眼不够，所以把他们招进来。现在你突然给他这种高强度的训练，他适应不了，他家里又弱势家庭，因为去当兵的绝大部分都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讲不是全部，而是很大部分的都是弱势家庭的孩子。那他没有背景，没有势力，然后又弱势的家庭，靠着这个薪水，然后去当兵，他有的时候求诉无门啊，他碰到苦，他没有地方可以讲，那最后都做对自己生命的事情。我觉得这个部分里面不只是心辅工作要加强的问题，而是要从根本上好好的去弄清楚，为什么这段时间这么多人他会对于自己的生命不再爱惜，这点要彻底了解。好，来文监长。我们刚刚讲的其实就是在博爱特区的那个卫星照片，其实就是这一张啊。这张呢，大家没有仔细的来看这张照片，为什么呢？那我也第一时间我也没有贴出这张照片，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它有安全的疑虑。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实线红色实线画的，这个是我们的总统府的部分了。在这个虚线呢，也就是面对总统府右侧的停车场。那有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地下的一个通道？那这个部分呢是总统府或者是国防部从来没有公布过的，所以我的脸书上面不公布这张照片，因为我觉得它有安全的疑虑。然后结果第一个把这个贴上去，而且提到的那这个温约瑟他也直接讲了，说原来这个是那个地道长成这样，而且今天我们看到对岸的微博上面他也讲到，哎呦，那个连那个地下的那个通道掩体啊都这么清楚，那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啊其实很严重。但是在这个我们讲到内蒙啊出现这一些所谓的基地，奇不奇怪？一点不奇怪啊。我们之前看过塔克拉玛干沙漠里面有航空母舰啊，还有2栖攻击舰啊，这些都是以美军作为对象的那个一个演练，也就是刚刚赖老师所讲的有关于弹道飞弹、攻船的弹道飞弹的部分。有很多人说你在沙漠里头练，那应该在海上练啊。对不起，人家这是有用论文实际上验证过的，就是以在塔克拉玛干沙漠模拟的状况，因为它的沙质不是每个沙漠都可以这样演练，因为它沙质的大小，那以及它沙质的成分，其实反射过来对于合成孔径雷达看的跟海面一模一样，所以他这样用。那事实上只有这个吗？其实不止哦。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我们都会有地图给大家看，所以那个在线的网友先不要说小舰长没拿照片了。我们可以先看到，这是2012年的报道，那个 Department 的报道啊，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地方在甘肃的鼎新机场的旁边，那它其实有一个大小，这个大小一对比啊，它是其实就跟尼米兹号是一模一样大，所以其实这个问题啊非常严重，我们大家不可以坐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马上回来。